分钟后进入发射位置。电子侦察分队报告：蓝军在安齐江北岸丘陵山区的自行火炮目标已全部被锁定。好，太好了！通知朱团长，到达安齐渡口的部队只登船不开船。命令红军所属航空兵中队立即出动，将蓝军的5个炮火目标全部摧毁。是。哎，不对呀，这红军的摩步营怎么出现在他的右路啊？他的特战大队呢？就是啊。楚占刚可是个老滑头啊，他的特战大队到底藏哪儿了？旅长啊，侦察员发来信息，红军炮团只有1个连登船，后续部队还没有出现。只有1个连？是。坏了，快通知机步营炮连马上转移阵地，越快越好。是。经战况核实，蓝军的1个自行火炮加强连及指挥车辆、战术车辆、运输车辆等都已被我航空兵导弹全部摧毁。旅长，是不是马上通知炮团赶到安西江渡口，抓紧渡江？现在炮团渡江还早，让摩步3营先过江，炮团隔江掩护，等完全控制住了江北一带，炮团再分批渡江，打535防线。没有足够的炮火准备是不行的。是。被人打懵了吧？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1个炮连就丢了。这楚占刚够快也够狠，这点还真值得我学习。旅长，红军摩步营已经开始渡江了，打是不打？你说呢？我们的机步营已经埋伏在江边，完全可以封锁江面，阻挡渡船靠岸。我认为，就算机步营已经占领了江北堤岸，也不可能完全顶得住红军的强势攻击啊，还不如隐蔽撤出。撤出来，那咱们1个炮连白丢了。你要硬拼可以啊，再送红军1个机步营好了。那不管怎么说，机步营已经上去了，总得发挥点作用啊。打仗要不算计成本的话，明儿转了眼啊，也当不好老板，做不好生意。我搞我的学术研究，你当你的老板。你别担心啊，我不会管你借钱的，你也别到我这儿来搞开发。哎，不是，旅长，政委，要不听我说一句？你说，挡不住红军强渡，起码可以阻止他今天夜间过江，这就消耗掉红军半天时间。时间对于红军来说越来越宝贵，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压制红军战力发挥的可用武器。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阻击战值得打。不愧是参谋长啊，2比1。那明天怎么办？明天听你的呀。听我什么？哎，很简单呀。你们看啊，明天楚占刚他只要渡了江，放在他面前呢就是通往狼山基地的平坦大道，而且半天时间就可以到达。而放在咱们面前的呢，就只有死守535高地了。行啊，那就死守吧，准备打一场最惨烈的阵地保卫战。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别的办法？不会吧？什么不会吧？你肯定有办法呀！你说没办法，肯定在说反话呀。平坦大道半天路程，只有死守，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那我要守不住呢？你见死不救啊？命令机步营马上出击，务必把红军拦在江心。命令行风出动武装直升机进行空中支援，一定要坚持到天黑，凌晨之前撤出战斗。是。
2连3连西步兵各战车车载火力实施拦阻射击，将渡轮阻滞于安七江江面。炮火掩护。队长，蓝军机步营火力很猛，渡船很难抵岸。命令渡船返航，让炮团一营集中火力轰击蓝军，提防阵地。通知空军中队投入作战，天黑之前摧毁蓝军北岸阵地。准备射击。洞洞1，洞洞1，洞洞3，发现重要目标。丁凯，跟330朱团长沟通上了吗？联络畅通。参谋长，一切请放心，全团官兵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战斗，保证完成任务。909旅指挥车已锁定，请求攻击，请求攻击。要是这样打下去的话，那909旅和808旅的下场那是一样的。参谋长，你看政委徐小村现在还在山包里的战俘营里被关着呢，铁旅长的座驾也被人家导弹雷达锁定，这郝参谋长手里的发射火焰，这臭战岗就彻底被斩首了。是，要是这样下去的话，2个红军旅的下场将会是同样的。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状，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啊！如果此时此刻这是一场敌真的战争的话，那我们可就真的是没脸回家见人。何止是没脸回家见人呢？那我们都要上军事法庭。洞洞1，洞洞1，我已锁定909旅首脑指挥车，请求攻击，请求攻击。洞洞3，洞洞3，我是洞洞1，等目标进入5号路标段，即可发起攻击。洞洞3明白。韩鹏这个命令下得好啊，他是想让楚占刚那个车开出密林之后，在前面那个开阔地，他再发起进攻啊，这样会避免导弹触及树木，确保攻击的成功率。长官，这个命令不合适。为什么？打赢不是我们的目的，希望你重新考虑。
韩鹏知道，此刻只要他一声令下，郝建国直升机挂架上的2枚导弹就会喷射出去，红军和楚占刚的覆灭就在眼前，蓝军也将再度圆满凯旋。作为军人，渴望胜利天经地义，但童飞的提醒却让韩鹏冷静下来。专业化蓝军参演的目的，并不是追求909旅与808旅有同样的结局，而是更深、更远的思考。洞洞幺，洞洞幺，目标已进入5号路标段，目标已进入5号路标段。洞洞3已做好攻击准备，请求攻击，请求攻击。洞洞3，洞洞3，我是洞洞1，取消攻击，取消攻击，按原计划执行。洞洞3明白，取消攻击，取消攻击。司令，政委，讲。那不一定。1洞1，我们已到达伏击区。1洞2、1洞3、1洞4，注意隐蔽。1洞1马上跟过去，与你们会合。1洞1，正前方8公里就是红军炮团330阵地，就地隐蔽。1洞2明白。那就是535防线。丁参谋长，请按计划执行。明白。炮团朱团长，旅长命令。一营准备，放！准备攻击！太棒了！2营准备。参谋长，是330高地，我遭到蓝方导弹袭击，遭到蓝方导弹袭击。洞洞3完成任务，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洞洞3明白。报告长官，前沿线工事全面摧毁，正在组织抢修。我知道了，做好出击准备。是。远火，远火。洞洞1，洞洞1，远火已失误坐标，请求开火。可以开火。
报告旅长，330炮阵地再遭南军远程火箭炮攻击，2个炮营阵地全部被毁。知道了。导演部裁定我炮团已丧失作战能力，退出演习。二营，按原计划发起进攻。是。蓝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摩步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通知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锋上去。是。您这是搞什么玩意儿？部队打演习，红蓝2军都有战场全降这个环节，他怎么能这么宣传呢？我跟你说，亲，上交武器，给你找媳妇儿啊，给你好评啊，真是坑爹啊！还讲不讲政治？哎，人家蓝军的宣传，咱不敢相信。可要是真能兑现，也蛮吸引人的。把他给我打掉！看来蓝军把2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
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出去。楚占刚出来！出来！还有30分钟，演习就要结束，我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楚占刚这时候虚晃一枪，肯定是另有其兵。报告，分割创造的部队已完成对红军魔步营的围歼，并且阻击了企图偷袭我前任阵地的红军特战大队。但我2个机步营也伤亡过半，档案部裁定我机步1营和机步2营损失惨重，丧失继续作战能力，退出演习。我们还有多少兵力？长官，除了守备4个火力要点和前沿阵地的1个排，只有彭福大队长指挥的作为预备队的1个特战大队。是我的失误，不应该过早的出击。通知彭继海，马上掩护佟政委还有指挥部转移。是。长官，应该撤离的是你。我想留到最后。楚占刚要抓的人是你，这个我清楚。韩鹏，现在山豹旅只有一个声音：执行我的命令。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蒙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1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1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上。上！警戒！
韩鹏就在那边，我担心。欢迎陆军909旅旅长楚占刚大校光临本所。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在此恭候多日。报告旅长，我们已找到阵亡的909旅参谋长丁凯，并抓获909旅特战大队长洪毅。把2位战友请进来，同时照顾好外面的红军官兵。是。楚旅长，是这样，刚才在上山的通道上，我的特战大队袭击了你一个特战小分队，并擒获了你特战队的队长洪毅，同时也找到了你部参谋长丁凯。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我的指挥所那一刻起，我的第2梯队已经实施了反包围。来了，进去吧。报告，进来。旅长，你们出去吧。是。各位，坐吧。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演习没结束，胜负还没裁决呢，这交战双方就坐下来喝水洽谈，这难道要握手谈和吗？司令员，距离演习结束还有10分钟。参谋长，你看这要不要现在就通知演习结束？哎，按要求规定，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0点就是0点。对，看下去，也许是鸿门宴。把声音大一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各位辛苦啊！你们909旅呢，从东南沿海千里迢迢地赶到我狼山基地，这一路上兵马劳顿，而我呢，却是以逸待劳，有失远迎，实属无奈。哎，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我没到第1战区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狼山的山泉水甘甜爽口，品尝之后呢，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今天泉水一杯，以表心意。韩鹏，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当一回你的俘虏，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演习结束的时间。哎，对了，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们红军的特战队已经被我们被我们款待着呢，啊，不用太担心。你是不是让我给打糊涂了？是我攻上了你的535防线，是我攻进了你的指挥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韩鹏，你凭什么在喇叭里胡说八道，说我想升官啊？你没有这种想法吗？嗯，你们集团军的李副参谋长调走之后，你没有想接替他的位置吗？有，谁都有进步的要求，但你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来煽动战士、蛊惑人心呢？还有，你怎么可以用金钱来收买腐蚀我军干部战士？你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也是十分拙劣的。那说明我的宣传手段对你们产生了效果呀，否则你不会着急的呀。不是一般的影响，是很坏的影响，是瓦解军心、动摇斗志、削弱战斗力的恶性宣传。但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山豹旅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了几天蓝军司令，你还真把自己当反动派了。你说对了，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战友，而是你的敌人，死敌。你错就错在一直把我当解放军，你永远都不相信敌人随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上课？楚旅长，你这一路上被我的心理战打得丢盔卸甲，你的炮团呢，不到10分钟就被我的远火彻底摧毁。你怎么还在我面前摆这个王牌旅长的架子呀？我念在你啊，想把这个演习打到底，才让你进了我的指挥部。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算你突破了535防线。就算你已经攻进了我的指挥部，如果你想得到这场演习的胜利而满足你的虚荣心的话，没问题。我现在可以让我的战士缴械投降。兄弟们，我们祝贺909旅楚旅长凯旋而归，祝贺楚旅长荣升副参谋长。韩鹏，韩鹏和童飞最终放了楚占刚一马，不失为大格局思维，让我看到了山豹旅这支楚豹在专业化蓝军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但楚占刚和909旅的表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不，更确切地说是不如人意。震惊之余，不得不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占据陆军的这2支主战劲旅，接连败在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化蓝军手下，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如果山豹旅是一股真的来犯之敌，这个后果那是不堪设想了。难道我们的队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当然不是。那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演习结束了，谁赢了？没有结果。这叫什么演习啊？各种议论都有。议论啥了？楚占刚败了。首长什么态度？只有掌声。掌声是褒奖。针对演习过程，确实精彩。等首长的奖杯出来就知道了。楚旅长，演习过程我都看过了，你在最后关头带领部队攻上535防线，攻进蓝军指挥所，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啊！是吗？楚旅长，你指挥过的每次演习，我都没落下过吧？要不说你是军内资深记者了。你和王可征旅长都是我的老朋友，可王可征跟你的状态大不一样。好，那说说，我们俩跟同一支蓝军对抗，没有可比性。王旅长这次真是太失水准了，而你在面对这么不讲规则的对抗中，能够表现出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胜利、善于指挥的精神和意志，我认为你表现出了新时期一名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风采。过奖了。楚旅长，我采访过全军很多次军事演习，
但这次演习的模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出现了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我很想知道，你对这种对抗演习的模式，或者说是对这种专业化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呀，应该去采访王可征队长，他是第一个跟山豹旅交手的，感触比我深。可王旅长拒绝了我的采访，为什么？可能是这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过大吧。不会吧？哎，参谋长，我跟政委的意见是啊，这次演习啊，就不要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呢带回去，自己进行总结。就山豹旅前后2次作战，分别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要有思路，有磨练，有战术，有战法，以及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我想让山豹旅的2位主官把这2份报告啊亲自交给808旅和909旅，然后让他们主动的把这次蓝军的底也交给对方，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哎，政委，你的意思呢？好啊，胜不表扬，败不指责啊，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当成808、909 2个旅的首要任务。哎，等等。他的表现或感想也没有说服力。他所指挥的红军在蓝军面前几乎就是不堪一击，而你却不同。你跟这支蓝军对抗，打到了最后1秒钟，虽败犹荣啊！我不认为红军失败了，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攻上了535高地。可导演部认为，红军最终并未占领535防线。那就是规则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红军尽力了。有目共睹啊。但是又有人说，909旅是在跟半个山豹旅对抗，就像下象棋，对方是在让你1支车或1支炮的前提下。哎呀，朱全老七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对这支部队，对韩鹏这个人，听都没听说过。是啊，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暂且不论胜负，我倒是很想听听你这位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和看法。我认为啊，这种专业化蓝军的设置，不具有值得推广价值，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竞赛原则。如果我们踢足球，允许抱着球跑，那这种比赛还能看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作为假想敌也好，模拟外军也好，山豹旅啊，作为一支试验性的军队出现，用于探索训练方法的改革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国情军情。那么你认为山豹旅的出现不符合国情和军情？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光荣传统。训练中的问题，我们要正面教育，正确引导。训练改革的转变，不可能靠一支所谓专业化蓝军胡作非为的搞些偷袭和欺骗伎俩，而巧取胜利就能转变的。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啊。适配一下。司令员同志，909旅旅长楚占刚等候演习假面，请指示。楚占刚同志，这次演习就不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自己总结，尤其是你，
回去之后呢，一定要针对这次演习暴露的问题认真思考，败在什么地方。首长，您认为我们打败了？你认为你胜利了吗？你指挥的红军虽然是比王可胜表现得好一点，但是出现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你不认失败也可以，但是总得思考问题吧，思考未来如何打赢。昨天晚上的建议十分有效啊，成功的摧毁了红军的炮团阵地。还是旅长的决断赢。哎，我是来听建议的，不是来听拍马屁的啊！说说你们的意见。旅长，我觉得您不应该改变攻击红军首脑的命令。是的，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果断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而你，猫腻。这个我承认，但是啊，决定这个手下留情的是咱们的佟政委。政委？为什么？我们是蓝军，不是敌军。演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赢，而是要发现问题。我看楚旅长未必领情吧。这个呀不重要，只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场演习就没白打。不对了，应该是2个红军旅双败。旅长说的双赢，不是输赢的赢，而是要赢得经验教训，赢得理念更新，看到不足和差距，发现训练中的问题，找到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太理想化了吧？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我敢说，王可贞还有楚占刚没有一个会服气的。不服就对了。哎，咱们是军人嘛，咱们身上就得有这种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如果因为这么一仗就认栽了，我还真瞧不起他们呢。你这是怎么了？哎，行了。蓝军出击显神威，战区陆军专业化蓝军部队首战告捷。刚刚组建仅半年的山豹旅，是我战区陆军第1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以半个旅的实力，连续击败号称华北虎陆军第808旅和号称华南虎第909旅。山豹旅旅长韩鹏在采访中告诉我们，看报纸了。他韩鹏牛什么呀？只要再让我遇上，看过就行了。哎，参谋长快回来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演习总结的事吧。政委，总结的事儿你就一手抓起来，好吧？你没事吧？我能脱得了干系吗？啊？可是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总结的。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摔报纸，可摔报纸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来批评我的是吧？我是批评我自己啊。后来我把报纸捡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你还能看得下去？我告诉你，我看了开头我就想骂人。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都没看完，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有什么感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哎，正好，你有感想，你总结，好吧？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是打了胜仗，你总结起来比谁都积极。要不说饺子就有越喝越有呢。旅长啊，老王，论年龄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搭档都快3年多了吧？从我到808旅的第1天起，你就像老班长一样，
教我带兵的经验、指挥的艺术、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确实感受到808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老何，别说了，你跟我绕这些弯子没用。我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但是咱这总结啊，一定得搞，要不在首长那儿交代不过去。既然你想通了，就按照你的意思总结，你就代表我，你的总结就是我的总结，是吧？你写完了，我签字，行吗？旅长，要是这次打胜了呢？那这总结就好整了，训练、管理、指挥战术、技术、后勤保障，还有这个高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政治思想，还有文化娱乐，哪一块抓出来，那都有文章可做呀。可是这次我们是败了，败了，你哪一块拎出来都能抖出一大堆问题，对吧？没错，我们以往就是这么过来的。有了成绩，就像盛满鲜花的篮子鸡毛蒜皮插上去都灿烂；出了问题，就像只垃圾桶，随便捡出一块都臭不可闻。难怪你是我的政治委员。但是我认为这次咱们不能这样了。政委，那你说该怎么样？不谈成绩，不谈失败，先解决观念问题。政委，这就有意思了。你说，我当了3年的师参谋长，师改旅后，我又当了3年的808旅旅长，怎么突然间观念出问题了？这从何谈起？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政委，是这上面说的吗？上面是点到了，更多的是我的思考。那我好好看看去，好吧？不过最近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啊。别逗我玩了。你调正式的命令已经下达到集团军了。真的？是啊。听谁说的？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马上要调你到集团军任副参谋长。6年的复试总算快熬到头了，我先预祝老哥进步啊！这样，晚上到我家咱哥俩旅长，我先走了。这报纸好好看看。政委，放心，我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报告，进来。很急吗？这份内参参谋长让我给您送来，希望您能够先看看。内参什么内容？一位资深记者向上级首长写了份内参，对战区陆军建设专业化蓝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好，我马上就看。给参谋长取进来。是。对于近期第1战区陆军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出现的一支试验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在与红军对抗中，利用红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取得胜利。参演官兵对这种取胜表示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训练方法，是盲目效仿西方，哗众取宠。搞这种所谓专业化假想敌，和以前的红蓝军对抗演习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组建这样一支所谓试验性部队，耗资巨大，监管缺失，军纪不严，淡化了政治思想工作，乱了光荣传统，乱了训练大纲，乱了体制编制，乱了军心民心。参谋长。你看看，这是那个资深记者朱轩写的吧？对，在基地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
他对于我们组建专业化蓝军的做法不太理解，没想到他把这个东西还反映上来了。他这个质疑啊，不能说是不对，但的确是代表了一些人的思想和观点。来，请坐。这儿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看了这位资深记者的内参，有的是在这份内参的影响下发表的看法，也有的是参加这次演习部队的同志的现场观感。这个山豹旅一出山，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也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呢，在添油加醋。有人就说了，如果专业化蓝军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红军，那还要正规部队干嘛？再建几支韩鹏式的山豹旅不就行了吗？还有呢？还有人认为，如果将来的演习都跟韩鹏的部队一样，可以胡作非为的话，那部队还搞什么正规化训练，还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有人认为啊，韩鹏的所谓蓝军不败，无非就是战区陆军首长给他撑腰，有特权，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要是给我同样的条件，我也能答应。不光是反对意见嘛。当然了，这里面也收到了几位集团军的领导和训练基地的干部的一些来信和来电。大多数赞同者认为啊，蓝军出击击中了要害，暴露出我军现存训练模式手段的陈旧、老化、观念滞后，认为专业化蓝军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那也是正常现象。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因噎废食。走老路容易，创新嘛，总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也收到了其他一些战区陆军领导来的信呢，你看看吧。上面写着，这种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是指专业化蓝军建设。但是可否考虑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跃进，不利于训练的改革。而且呢，在我们的常规的模式化当中呢，没有到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程度。可否考虑常规演习和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结合或互补？这个建议很好。其实这忧患意识啊，不仅是在演习对抗中强调，而是在干部培养当中提倡的。去推行战斗力的生成模式的转变，新型战斗力的培养，不仅是首长们的意识，也是咱们官兵们的共同认可。要说这次演习有成果，那就是暴露了问题，而且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些部队的主官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与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目的和意义，还停留在斤斤计较谁输谁赢的层面上。所以啊，这个状告信呢，都奉到我的案头上了。政委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目标不能变，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跟政委有个想法，战区陆军的领导分头到各个部队去，听一听我们官兵的意见和想法。喂，你好，是808旅值班室吗？是啊，你是哪位？我是孟环南呐。请问你是哪位呀？啊，是老首长啊。报告首长，我是808旅参谋部的金参谋，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哦，是这样，我给你们旅旅长王可征打电话，他一直不接。给何政委打电话，他也不接，是不是他们都不在旅里呀？
首长，旅长和政委最近在训练场，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我马上转告他们。那好，请你转告王旅长，让他抽空给我打个电话。是，首长。请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谢谢你，小同志啊。这小子是不敢给我打电话呀！不行，我要再不去收拾收拾这小子，808旅还不知道让他会糟蹋成什么样子。赢得起输不起的家伙。刘参谋，到。我去一趟训练场啊。什么事儿这么急？是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孟老打来的电话，他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啊，要找旅长和政委。孟老？哪个孟老啊？就是老师长孟淮南，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了。离休前是咱们原来的军区副司令员，他要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是不会通过这个内线打到咱们值班室来的。啊，对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你打我手机啊。好。旅长，收获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上钩的。清晰度怎么样？很清楚，没问题。好，马上传给参谋长。是。洞3，我是洞1两，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发现异常，可以发起攻击。洞1两在侧翼掩护。洞13、洞14急降，目前大门有2名士兵在站岗。洞15控制哨兵从正门攻击。明白。这里是军事基地，请您离开。啊，兄弟，我是旅游公司的，我有名片啊。什么名片都没用，这里不是旅游地，你走错了啊。你看啊，这儿就一条路，你说我不从这儿过，从哪过？是不是？哎，兄弟，你过来，你帮我看一看，这儿就这一条路，你说我从哪过？没子弹啊！你到底是什么人？说出来怕吓死你。我们是山豹旅的。洞115已控制地面。走吧，兄弟们。弟兄们，我们是山豹旅特战队的，今天晚上来炸毁油料库。我命令你们放下没有子弹的武器，留在房间，不许出来，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有情况，快拿枪！班长没子弹了。快打电话！是班长。主任。仓库遭到袭击，是，不行，可能是暴徒。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刚知道。不可能，你又忽悠我。怎么可能忽悠你呢？哎，往战区陆军送资料的孙参谋刚才来电话说这个沈参谋长呢根本就不在，联系不上，去陆航旅了。所以呢，我只能让警政行动提前行动，否则的话咱们就暴露了。那不对啊，我还没签字呢。这点小事你不签字没事啊？我不签字不符合程序啊！
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也可以顶的呀。能有多大雷呀？又不是几千万、几个亿。下回一定啊，好不好？怎么样？行动十分顺利，特战分队已经进入目标区。告诉郝参谋长，1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是。动怒3，动怒3，10分钟内结束战斗。明白。汉蒙，过来。你不让我签字，是怕首长问责下来，你好把我撇出去，一个人承担责任是吧？你是政委，想逃是逃不掉的。再说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是不是？你太不够意思了，和你在一起工作，我后悔终生。你看你这暴脾气。各小组注意，孟涛小组警戒掩护，其他作战小组30秒撤离，30秒撤离，撤！抓紧时间，快，抓紧！动怒3，动怒3，动155撤离成功，动155撤离成功。3小组准备完毕，可以撤离成功。拜拜了，兄弟们！韩鹏啊，你这回可是玩大了。大吗？你不是说点到为止吗？是啊，像这种单位还不点到为止啊？哎，你看啊，我一点就点到他们穴位上去了。乐乐，这次你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你也不看是谁带队啊？啊，不过不是我啊，是孟涛。啊，乐乐班长，明明是你嘛，怎么变成我了呢？因为你是新兵。新兵？新兵怎么了？我告诉你，咱们山豹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有了功，班长必须让给战士，老兵必须让给新兵，排长必须让给班长，连长必须让给排长。这是哪儿的规定啊？这是国外的一支很牛的特战分队的规定，也是兄弟连精神。你们是？
一会儿向你的领导汇报，就说我们袭击了车厂，这边所有的车辆都放置了磁性炸弹。你们到底是？我们是海外派来的恐怖分子。不对，你们是山豹旅的，肯定是。哎呀，聪明啊，知道就好。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炸掉这边所有的军车。来，马上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让我们领导赶紧过来，否则30秒之内开始起爆。我不信，你们不敢。啊，不信是吧？你们还真炸！值班室，王参谋，我是306战备车厂，这里遭到袭击，车厂发生了剧烈爆炸，快派人来啊！他们说，领导要是不过来的话，可把这里所有的车辆都炸飞。看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海外，他们说是海外。你们还要干什么？啊，没事了。刚刚我们给狗打了麻醉针，一会儿就好。你们待在这边别出去啊！车上全是磁性炸弹，有热感应触发装置，离你靠近不爆炸。等领导来了，我就遥控解除。如果领导不来，嘿嘿，那就等着后半夜一个一个爆炸了。哎呀！你们值班也很辛苦，给你们带了宵夜，别忘了吃。没水？怎么了？班长没水？没有水。对，快去看看这水阀打开没有。班长，里面有炸弹，全部退后5米。班长，是假的。我们走。电瓶啊，什么玩意儿啊？主任，你看，山豹旅干的。他们山豹旅想干什么？主任，你看，还有这个，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等靠近一点再打。打！撤！首长同志，怎么了？没事，没事。马上去车厂。是。苏列文，
你们怎么看这车场？晚上都干什么去了？他们给我打了麻醉针，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清楚。主任，要是演习，你应该提前跟我们通知一声才对啊！这样子半夜三更搞偷袭，弄得鸡飞狗跳的，既影响了士兵们休息，也影响了上班时间，怎么可以这样搞呢？而且，他们还在路上伏击主任的车。战区陆军前几天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消息，说是最近要搞一个警钟行动演习，可没有说今天晚上要开始呀，更没有说要袭击我们集团军的装备车厂呀。这山豹旅也太牛了吧！演习就演习嘛，有必要搞得像真的情况一样吗？主任，你一定要向战区陆军首长汇报一下情况，要不然山豹旅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我已经向首长做了口头汇报，你们再仔细的核查一下损失的情况。报首长，装备没有任何损失，军警也醒过来了。山豹旅还留下了夜宵，说是我们执勤很辛苦，特意犒劳我们一下，我们谁也没敢吃。还是热的，你们拿过去吃吧，不吃也浪费了。